Karina. Tudo bem, Karina? Feliz ano de você, tá bom? Karina, 33 anos, né? 医师巡房是冰冷病房每天最温暖时刻。Você que é o pioneiro daqui. Muito obrigada. 院里放眼望去，只有他最特别，唯一东方脸孔是医院的大家长。这位叶伦群其实来自台湾。这家 Hospital Yes 中文名夜市医院，源自院长姓氏，也是周边建筑中最高的一栋。这一个机器啊，是做一种就血液血浆分离的用离心力旋转的力量把它分开。空间宽敞，视野明亮，检验室里没有老旧冰冷感。要开设全新大型医院，光基础硬体至少新台币10亿以上。因此，一般财团经营要赚钱，多半锁定整形美容、牙科矫正、血库，还有洗肾，还有我们做心导管，都是给我们当地的居民的一个方便的一个设施，也是医院非常需要的。但是，一般它比较不赚钱，所以一般的医院它也没有办法来做这个设备。目前院内共有内科、骨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等10几个科别，从小设备到大型手术房，每个角落叶伦群都能如数家珍。比如说我们的腹腔的大动脉有扩张，以前是要剖腹的，现在我们用从属膝部的动脉一进来放个 stent， 一放上去，病人就没事了，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其实巴西是全拉丁美洲唯一提供全民健保的国家，所有人都能免费看诊拿药。但多年下来，资源分配不均，导致到公立医院根本排不到。如果急症或需要开刀，更得等待半年以上。有至少30%的病人重病了，可能会没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，包括住在这边的附近的病人啊，胃溃疡严重的穿孔，你要是等到一般的州立医院跟你的话，可能会要命的。为了保命，有钱人只找顶级跨国医疗，有工作的中产阶级就得透过私人健保到民间医院。叶伦群开设的就是锁定这个等级，圣保罗周边新兴市镇的庞大劳动人口。这家医院是叶伦群在巴西开设的第3家，选址在伊塔佩维这座新兴市镇，距离圣保罗市中心直线30多公里，车程要超过40分钟，远离都会人口密集区，就连当初盖医院的建筑工人都不看好医院发展。所有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，都比我在台湾农家子弟的生长的地方的房子更好。所以这样子让他们感到一种说，那么我们也替你加油。开幕第1年只有1000多位病患，院内超过250张病床时常空着，但靠着精准锁定市场和专业医疗，第2年开始很快打响名号，病患数暴增超过50倍，被评选为巴西全国前50大最佳医院。欢迎！这是我们家的 party， 是因为二哥在巴西，住巴西，现在住美国，已经6年没有来这边。采访这天，叶伦群刚好在自家举办家族派对，除了各式美食，亮点是现场超过60个人，看得出叶氏家族在巴西的庞大实力。1970年代，叶伦群的父母带着全家从台湾远赴巴西，他是排行最小的老幺，上头8个哥哥姐姐，个个卧虎藏龙。
大姐岳菊妹是和纪政同期的田径国手，两人共同在1966年曼谷亚运拿下女子400公尺接力银牌。就靠着兄姐努力工作、做生意，供叶伦群念书，让她无后顾之忧。但一开始人生地不熟，每刻都想煎熬。每个晚上，我们就听着我们在台湾带来的那个胶带，有录的绿岛小夜曲的音乐，我们听的每个晚上都在流眼泪。当年在台湾，叶伦群是建中高材生，才刚毕业考上大学就中断来到巴西，却如同聋哑文盲，他砍掉重练，从国小教材、葡萄牙字母学起，只花了短短2年考上6家医学院。最后终于成为合格医师，不仅自己重生，也靠医术创造生命奇迹。接生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的女儿的脐带缠在脖子上，我们救了他的命。然后那个小女孩叫做 My Day， 她说：“叶医生，我可以用你的姓，让我的女儿也跟着这个姓吗？叫 My Day 叶。”我说可以。在巴西，一般来说，大型医院投资要经营5年以上才能损益平衡。但叶伦群第3年就开始赚钱，主要是家族式的合作经营。太太柯嘉玲同样是医师，身兼董事长，和女儿共同负责行政管理。儿子也是专科医师，一家人和300多位医护员工撑起白色巨塔。这些都是我们台湾，我们农人的插秧，以退为进。因为秧苗在你的前面，你一定要退，要不然你要是没有退的话，你会把你自己插的秧苗把它踏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以退为进。我们的财力不够，我们一定要慢慢退，就是要有保险，才有办法有进展。从当年不识字、天天以泪洗面的小伙子，蜕变成救人治病的医师，移民巴西将近半世纪，艰辛奋斗，如同传奇。